鹰岩是一名在校高材生，性格内向，但是却非常喜欢唱歌，再加上天生拥有一个金嗓子，深受音乐老师的喜爱。他的好友善敏性格活泼开朗，是学校的播音员。一天晚上，鹰岩独自在音乐室练歌，善敏本想和鹰岩结伴同行，而鹰岩却执意要练歌。在善敏离开后，鹰岩就被飞来的乐谱直插喉咙，当场死亡。第二天早上，鹰岩被吵闹声惊醒，从音乐室出来向教室走去。当他对同学打招呼时，竟没有人搭理他，只有对面的小赵冷冷地瞅了他一眼。鹰岩又找到音乐老师，没想到音乐老师也听不到他的声音。善敏来到教室，看到好友鹰岩没有来上学，就在他准备播音时，耳边竟听到了鹰岩的说话声，却看不到他的身影，吓得善敏晕了过去。等他醒来后，又再次听到鹰岩的声音。鹰岩表示，听到我声音的只有你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看到善敏一直害怕地蜷缩着身体，鹰岩便说起了两人的过往，还唱起了两人最爱听的歌曲。善敏表示，我相信你是鹰岩，却没办法相信你已经死去。因为鬼魂无法见光，鹰岩便带着善敏来到学校的暖气室交谈。鹰岩死的那一瞬间，只记得自己倒在了电梯口，却没有看清是谁杀的他。而善敏昨天晚上离开时，正好看到音乐老师去了音乐室，那么嫌疑最大的应该就是音乐老师。随后两人上音乐课时，发现音乐老师很是狂躁。下课后，善敏便找到音乐老师询问鹰岩的下落，而音乐老师却一脸冷漠地离开了。这天晚上下晚自习，善敏正准备离开学校，突然听到鹰岩的尖叫声，便赶紧返回教学楼。鹰岩说音乐老师出事了，两人急忙来到音乐室，竟看到了上吊自杀的音乐老师。第二天在天台，小赵对善敏说，鹰岩已死，因为他昨天听到了奇怪的声音。原来他从小就有一个特异功能，能听到鬼魂的声音。鹰岩和善敏来到播音室，听着音乐老师自杀时播放的音乐。善敏听到了悲伤的大提琴的声音，而鹰岩却听到了另外一个声音，并表示学校里肯定还有其他人。随后善敏又去询问小赵，鹰岩失踪前是否听到了奇怪的声音。小赵表示是有听到，但是不知道是谁的声音。你之所以能听到鹰岩的声音，是因为你对他念念不忘，鬼魂就能拥有声音，你就能听到他的声音。一旦你忘记他，鬼魂的声音也就消失了，你也就永远听不到他的声音了。另一边的鹰岩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声音，而后就对善敏说，一直有人在我们周围唱着我们爱听的那首歌。那么这个人为什么要杀我呢？是我曾经伤害过他呢，还是嫉妒自己的歌声呢？善敏表示，你这么善良肯定不会伤害到别人，他一定是嫉妒你的歌声。就在善敏离开时，鹰岩表示特别想妈妈，想看看妈妈照片上那灿烂的笑容。这时鹰岩突然听到走廊传来哼唱的声音，随后两人便来到走廊查看，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只是鹰岩在电梯就变得非常害怕。鹰岩表示没有你自己就会消失。次日，小赵找到善敏说，鹰岩已死，那么他的尸体在哪里呢？善敏却表示，虽然只能听到他的声音，但并不相信他已经死去，因为鹰岩变成现在这样之前，只记得自己倒在了电梯口，等他醒来后却什么都没有。而小赵则提醒善敏，最好不要相信鹰岩说的每一句话，因为鬼魂只记得自己想要的回忆。就在善敏在卫生间回忆小赵的话时，鹰岩走过来告诉善敏，小赵是个怪人，千万不要接近他。而善敏却反驳道，自己和谁交往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。鹰岩很诧异地叫善敏，可善敏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并不想和他说话。就在这时，鹰岩听到了两个老师在谈论音乐老师，便跟着进了电梯。原来音乐老师是个同性恋，因为此事有一个叫孝静的女生还在电梯里自杀了。这时电梯出现故障，两个老师急忙跑出电梯，而鹰岩却瞬间难受起来，抬头看去，只见一片血迹。同学们也发现了电梯上鹰岩的尸体，善敏看着鹰岩的尸体被抬走，很是伤心。找到小赵谈起了他和鹰岩的事，鹰岩的记忆肯定有问题，作为朋友，鹰岩从不让自己去他家，而鹰岩明明说他是倒在电梯口的，可为什么却在电梯上发现了他的尸体呢？他确实很不对劲，他变得很陌生。而后善敏和小赵就决定去鹰岩家看看。来到鹰岩家，善敏看到了鹰岩和妈妈的合影，只不过妈妈的头像已经被割去，
善敏更加确信鹰眼可怕的一面，原来自己的好友一直都在骗自己。鹰眼的鬼魂一直不肯离开，都是因为善敏在想着他。现在善敏也知道了一些真相，也就不会再想着他了，就让他的鬼魂慢慢消失，好好安息吧。回到家，善敏把两人的照片全部删除，也不再和鹰眼交谈。而鹰眼却表示，没弄清自己的死因之前，不会就这样消失了。善敏也决定再帮助鹰眼查一查，然后找到管理员老师，从那里了解到，孝敬和鹰眼一样，都是在替音乐老师唱歌。而孝敬非常喜欢音乐老师，超出一般的界限，正好被同学发现。而后音乐老师和孝敬的关系在学校里传的是沸沸扬扬，孝敬便遭到同班同学的公开嘲讽。后来孝敬就在电梯自杀了。鹰眼则根据管理员老师提供的资料推测，孝敬死后，音乐老师还可以听到他的声音。当老师开始关心鹰眼时，孝敬的声音开始慢慢消失，所以孝敬就杀了鹰眼。音乐老师在得知此事后，觉得内疚，也就自杀了。善敏却表示，现在一切让我感觉很累，即使是孝敬杀了你，又能怎样呢？你也不会死而复生，自己也不能总活在你的阴影里。鹰眼感觉善敏对自己变得很冷淡，自己的身影就会慢慢消失，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。善敏也管不了那么多，失魂落魄地向教室走去，正好遇到了出来找他的小赵。突然走了的灯全部熄灭，身后传来鹰眼诡异的笑声，吓得两人赶紧逃跑。就在两人慢慢地向后移动时，电梯门又诡异地打开，善敏不慎踩空，幸亏小赵及时拉住。此时广播里也传出鹰眼的声音，同学们也惊慌地四处乱窜。鹰眼看着小赵和善敏搀扶着远走，伤心地站在原地，忽然看到孝敬的影子，便急忙追了过去。他仿佛看到了另一个反面的自己，每天去医院，那味道都觉得恶心，再加上越来越厚的账单，就一心希望妈妈能早点死去。而之前孝敬和自己说过，老师是他的全部，如果老师忘记他，他就会消失。听了孝敬的这些话后，鹰眼就感觉自己被老师出卖了，便一狠心杀害了音乐老师。鹰眼看着善敏和小赵在一起，很是嫉妒，而自己又很想让善敏听到自己的声音，自己并不想消失，还想活下去。后来便把小赵给杀了。而善敏看到小赵被杀后，吓得他精神失常，住进了医院。等他再次返回学校，此时的善敏已不再是昔日的善敏，而是被鹰眼鬼魂附身的善敏躯壳。这时已是鬼魂的小赵以为他还是之前的善敏，不停地和他说话，而善敏却一句也不说，便认为善敏已经把自己忘记，所以听不到自己说话。电影结束，故事情节比较乱，给大家稍作整理一下。电影之所以叫鹰声，是因为有着这样一个设定，只要内心还对逝者有所眷顾，就可以听到已死去人的鬼魂的声音，直到在世的人把已逝之人遗忘，那鬼魂便会彻底消失。故事的主人公鹰眼本质上是一个有着十分阴暗内心的女孩，可能是不幸的家庭所造成的，从来不让好友去自己家，还把照片上母亲的头像剪掉，而她把所有的祸根归结为自己患病的母亲，对她有着9分恨和1分残存的亲情之爱。她不喜欢医院的味道，从不关心母亲手术的结果，不想在母亲身上花钱，所以她逼母亲跳楼自杀。音乐老师因为喉癌只能说话不能唱歌，由于对歌声的迷恋，便和有唱歌天赋的学生孝敬发生了恋爱关系。同学发现了两人在浴室里亲昵的动作，而后流言四起，同学也公开嘲讽。孝敬不堪重压，在电梯自杀。因为音乐老师对孝敬特殊的爱，他依然能够听到死去的孝敬的声音。在一次偶然的上课过程中，音乐老师发现鹰眼也有孝敬一样的声音，两者再次产生了超越师生情的感情。而出乎意料的是，鹰眼也可以听到孝敬鬼魂的声音。孝敬在劝说鹰眼离开音乐老师无果后，也不想在音乐老师的遗忘下就此消失，于是在愤怒下出手杀死了鹰眼，用乐谱刺穿了鹰眼的喉咙。而孝敬绝对没有想到，这也释放了本来就有双重人格的鹰眼，使之在变成鬼魂后彻底分裂成一善一恶，从而彻底葬送了孝敬的魂魄。恶的鹰眼为了报仇杀害了音乐老师，因而孝敬的鬼魂也就消失了。而善的鹰眼让善敏帮自己调查死因，小赵的出现严重影响到了鹰眼的鬼魂的存在。
而善敏也听从了小赵的话，想要忘记鹰眼。这正是恶的鹰眼所不能容忍的，故意用爆裂的灯泡碎片伤害了小赵。而恶的鹰眼在杀害小赵之前，对善的鹰眼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诱导，自己的终极目的就是继续活下去。当善敏发现惨死的小赵后，精神崩溃，恶的鹰眼便侵占了善敏的身体，继续活着。他爱善敏，但他更爱自己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喜欢的就点赞关注一下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